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本期视频。最近，有关豆豆身份的问题在网友之间再次引起了广泛讨论。有人质疑，既然杜宾是中国人，按照政策来说，只需要做一个亲子鉴定，豆豆就可以顺理成章获得中国国籍。可为什么杜宾没有采取这条最直接、最合理的途径，反而把豆豆带回了坦桑尼亚生活？是不了解政策，是战略性选择，还是另有隐情？今天我们就以杜宾为什么不带豆豆做亲子鉴定获得中国国籍为题，全面分析这个话题。一、中国国籍政策的背景。在讨论之前，我们必须明确中国的国籍法和相关政策。一、血统主义原则。中国采取的是血统主义，也就是说，只要父母一方是中国公民，孩子就有权获得中国国籍。二、亲子鉴定的作用。如果父母的婚姻或出生证明存在瑕疵，亲子鉴定就是确认血缘关系的重要依据。只要能证明孩子确实是中国公民的子女，就可以依法申请国籍。三、程序上的复杂性。虽然政策看上去简单，但实际操作中涉及大量手续，比如出生证明的合法化、跨国文书的认证、户籍所在地的报备等。这些程序对于普通人来说并不轻松，因此理论上可行，但实践中并不一定顺畅。二、网友的疑问与质疑。在豆豆被带到坦桑尼亚后，网上出现了几种声音。一、为什么不做亲子鉴定？很多人觉得不可思议，既然杜宾是中国人，这条路明明最简单，却没有走。二、是不是不懂政策？有网友认为，杜宾可能不了解相关法律，误以为豆豆不能直接获得国籍。三、是不是策略性选择？另一种声音是，也许杜宾和菲利斯塔出于某种考虑，故意不让豆豆加入中国国籍，比如未来发展、教育或移民方面的规划。四、极端质疑，豆豆不是亲生的。更激烈的猜测甚至认为，之所以不做鉴定，可能是担心结果不利。这种观点虽然争议很大，但在网络上却被不少人反复提及。三、几种可能的合理解释。我们来逐一分析，杜宾为什么没有带豆豆做亲子鉴定。一、政策与程序的误解。很多人以为只要做鉴定就能立刻获得国籍，但现实中涉及大量跨国手续。如果出生地在非洲，当地医院的出生证明要得到中国相关部门的认可，这本身就是一件耗时费力的事情。杜宾可能在信息上存在偏差，导致没有第一时间走这条路。二、现实条件限制。做鉴定需要花费用、时间，还涉及跨境的繁琐认证。在他们的生活环境中，可能没有足够的经济条件和资源去推动这一流程。对普通家庭来说，这不是轻而易举就能完成的手续。三、法律与婚姻关系的障碍。如果菲利斯塔和杜宾的婚姻在中国没有得到完全承认，孩子在申请国籍时就会面临障碍。婚姻手续和出生证明的合法性，往往是决定孩子国籍归属的关键环节。四、策略性的考量。有人推测，杜宾可能希望豆豆先在坦桑尼亚成长，一方面可以避免签证、身份等复杂问题，另一方面也许未来考虑让孩子拥有双重身份或更多选择。如果过早办理中国国籍，可能会对这种策略空间有所限制。五、亲子关系的质疑、极端猜测。网络上最极端的声音是，豆豆不是杜宾的亲生孩子。虽然这种猜测缺乏证据，但因为没有做亲子鉴定，反而给这种声音留下了空间。从理性角度看，这种说法不应被轻易认同，但确实是造成外界舆论压力的原因之一。四、为什么选择带豆豆回坦桑尼亚？杜宾带豆豆去坦桑尼亚，可能有几方面原因。一、现实安全感。在中国，孩子身份未解决，生活处处受限；而在坦桑尼亚，至少可以安心生活，不会每天面对政策困扰。二、家庭完整性。菲利斯塔本身是坦桑尼亚人，把豆豆带到母亲的家乡，可以获得外婆、亲戚的照顾，家庭氛围更完整。三、签证与居留问题。如果孩子没有国籍，长期滞留中国的身份是问题。相比之下，在坦桑尼亚生活更加简单直接。五、网友的不满与同情。一、不满，这是对孩子未来的不负责任。很多人认为，杜宾作为父亲，应该尽一切可能为孩子争取最好的条件，而不是选择容易的方式。二、同情，这背后可能有不得已。另一部分网友则认为，外人无法真正理解他们的处境。跨国婚姻本身就复杂，杜宾和菲利斯塔可能已经尽力了，
3. 矛盾的情绪，有人希望豆豆回到中国接受教育，也有人觉得留在非洲可能更自由。这种分歧反映出公众对跨国家庭的不同期待。6. 未来可能的走向。1. 迟早会走鉴定之路，即便暂时没有办理，但从长远来看，杜宾还是可能带豆豆做亲子鉴定，获得中国国籍，因为教育、医疗和未来发展都会推动他们考虑这条路。2. 长期留在坦桑尼亚，如果他们决定彻底在非洲生活，豆豆可能会一直以坦桑尼亚身份成长，这意味着他的人生轨迹会完全不同。3. 双重规划，也不排除他们在未来尝试多重身份策略，先留在非洲，再寻找机会回到中国。7. 结语，问题背后的无奈。总结来说，杜宾没有带豆豆做亲子鉴定获得中国国籍，可能有很多原因：对政策理解不足、现实条件限制、婚姻和法律上的复杂性、策略性考虑，甚至是外界的极端质疑。无论真相如何，有一点可以肯定，他们的选择背后都充满了无奈与艰难。对于旁观者来说，我们或许无法给出绝对的答案，但可以理解一点，在跨国家庭的世界里，每一个决定都远比外人想象的复杂。